只是睡了一觉就被迫求生是什么体验？啊，好啊，这是哪？欢迎来到荒野求生，这是一个没有期限的游戏，而你们的目的就是活下去。脑海里突然出现的声音把三金吓得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极度的饥饿感让他身体晃了晃，差点没站稳。眼前出现一个光幕，一排排字迹伴着声音缓缓出现。一，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类文明，除了你们的同类外，就只剩下各种恐怖生物。二，荒野每天的时间为24小时，固定为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当夜幕降临时，你最好乖乖地待在屋子里面。三，每天0点，你们的根据地将会随机降落在荒野的一个位置上。当2处根据地相距不远时，那么恭喜你，你今天有邻居了。如果你和他都不喜欢吃人肉的话。4. 荒野之中存在各种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动植物、食物、材料、宝箱。别以为拿到宝箱就是欧皇了，那里面也可能是毒气弹。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5. 每天每人探索的距离有限，根据地等级越高，探索越远。前提是你能在白天跑1个来回。6. 荒野之中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包括你自己的房子。如果你能在屋子旁边都种满豌豆射手的话，我收回后半句话。7，嘿嘿，没有7了，祝你好运。奇怪的声音刚落下，三金已经感觉自己马上就要饿嘎了。他喘息粗气，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土墙屋子，一面土壁上镶嵌着一扇木门，唯一的光亮是从屋顶上渗出来的。恭喜玩家发现垃圾根据地茅草屋，相信我，现在所有人都住在这样的地方，包括世界首富和米国总统。干，管他什么茅草屋，现在我需要食物和水。对了，木门旁有一个木箱，里面肯定有东西。他双眼猩红的扑向木箱，又是一道声音出现。打开木箱，可能产生食物、工具、武器之中的一个，宿主可以排除任意一个选项。还能排除的，那就排除工具。排除选项后，木箱缓缓打开，半瓶矿泉水和一片面包在白光中浮出来。他连忙取出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整个人才感觉活了过来。这时白光中又似乎有东西浮现，那是一块怀表和一本古朴的牛皮笔记本。恭喜玩家获得普通笔记本，翻开它吧，里面有你想知道的一切。三金把怀表揣进兜里后，翻开了笔记本。第一页上绘制着一个茅草屋，左下角标注着一个升级按钮。他尝试着点了一下，是否升级为小木屋？耗费材料：木材100份，绳索50份，小木屋图纸1份。很显然，三金现在什么都没有。继续翻下去，第2页显示的是图纸按钮，依旧什么都没有。但打开第3页的时候，突然涌出了无数的信息。二哈，那么大的蟑螂，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看着不停刷新的消息，三金这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来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继续翻到第4页，上面写着商城2字，左右两边各标注着售卖和购买，但点击进去发现空空如也。看来这是让我们交易的地方，目前应该还没有求生者拥有可以交易的东西。咦，后面的页面怎么翻不动了？算了，趁现在还有体力出去看看再说，总不能就在这里面等他吧。三金一咬牙，将笔记本放进贴身衣兜，走到门口准备推开门，手接触到木门后，一个提示框出现。推开门可能遭遇野兽领地、资源之地、荒芜之地、藏宝之地，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都能排除？也不知道那个被大蟑螂包围的家伙怎么想的，居然不排除第一个选项。排除掉野兽领地后，木门被推开了，门外似乎是一片荒地，只有几棵小树，他视线只能看到几米的范围，除外的地方像是被雾遮住了。请选择东南西北其中一个方向探索，选择方向之后不可改变，你只能往前或者倒退。天朝儿女，紫气东来，那必然东方啊。三金选择之后，眼前的景象就开始旋转，直到他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眼前可见的范围依旧只有2米左右宽，但长度变化目测不短，且几米开外就有一个木质宝箱安静地待在地面上。本次探索时间剩余11小时45分钟，探索距离100米，请玩家尽快探索。宝箱，他立刻跨出木门，来到木箱旁，伸手准备打开时，系统播报响起。玩家石安第一个开启木质宝箱，木质宝箱排行榜开启。听到播报，三金立刻掏出笔记本，原本后面翻不动的页面又能翻开一页，上面正好显现出木质宝箱排行榜几个大字，而聊天页面也沸腾了。看来找到木质宝箱的人不少啊，但是竟然需要钥匙吗？那我赶紧找找。恭喜玩家路人甲成为本游戏第一个死于宝箱陷阱的玩家。这条播报让聊得火热的聊天页面突然安静了下来。路人甲就是刚才说找到了钥匙的那个人，他的头像此时也灰暗了下来。许久才有人问道：他真的嘎了吗？许久了都没有人回答他，
三金深吸一口气，放好笔记本，蹲下看着木质宝箱，缓缓把手放了上去。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生存套装、高级宝箱钥匙、建筑图纸，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提示：宝箱打开将会随机从中选择2个选项。还好，那肯定选宝箱陷阱啊。不对，如果可以排除陷阱的话，路人甲为什么会死于宝箱陷阱？难道只有我能排除选项？这个抱着宝箱的男人激动不已，因为他发现在这个求生世界里，只有自己能看到提示，并且排除掉危险选项。冷静，这个秘密不能暴露，以后排除选项在心中默念就行。对了，还需要钥匙才能打开木质宝箱。三金环顾四周，除了7-80米开外的一棵大树外，就全是沙土，能藏钥匙的地方明显只有宝箱底部。他抱着宝箱后，果然发现了一把木质钥匙。恭喜玩家获得精良级铁钥匙，绳索20米。绳索还行，但这锈迹斑斑的铁钥匙能干什么？不对啊，有铁钥匙是不是证明这附近有铁质宝箱？想到这，三金顿时眼前一亮，他抬起头看向前方，能看见的范围内只有一棵大树。他想了想，一把绳索扛在肩上，拿着钥匙往几十米开外的大树下走去。可围绕着粗大的树干绕了几圈，也没发现任何东西。难道推测错了？梧桐树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是否挖掘？此次挖掘可能触发发现宝箱，空空如也，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1个字，绝！我果然有金手指，这简直就是作弊，排除空空如也。排除后，三金连忙直接用双手在树根处挖了起来，不大的坑里果然是一个铁质宝箱。打开宝箱可能触发精良物资、精良生存套装、建筑图纸、高级宝箱钥匙，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那就只能排除高级宝箱钥匙了。今天不太可能找到高级宝箱。他扭动钥匙，咔嚓一声轻响传出，宝箱缓缓打开，里面映射出淡蓝色的微光。恭喜宿主打开铁质宝箱，获得生存套装精良，获得建筑图纸小木屋。木屋图纸令说，这个生存套装来得很及时啊！背包、指南针、消防服、匕首、橡胶手套、水壶和口粮，每一个都能派上用场。除了最后这颗小雨衣。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打开铁质宝箱的玩家，是否公告全服？全服公告？这还让我怎么低调？不行。同意公告，我可以帮宿主把水壶装满纯净水。成交。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打开铁质宝箱的玩家，铁质宝箱排行榜开启。荒野中某处，石安突然愣住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提示框，竟然有人找到并打开了铁质宝箱。他手里难以下咽的木屑面包突然更难吃了。爽，比喝冰可乐都爽，再吃点这口粮就能半饱了。对了，看看聊天频道里有没有其他人发现铁质宝箱。三金吃着东西，翻开笔记本，聊天页面讨论的热火朝天，但不是因为宝箱，而是受袭。救命啊！我的茅草屋被一头大象这么大的黑熊推翻了。看到这，三金下意识转过头，发现远处属于自己的茅草屋竟然在微微颤抖。他立刻起身背上背包，拿着消防服小心翼翼地往回走。玩家陶欢亦成为第一个死于野熊掌下的玩家。救命啊！那只熊已经快把我的墙拍塌了，我要不要逃出去啊？不要逃，千万不要逃！我刚刚从屋子里出来，那只熊就一直追着我，我爬上了树，它就在下面等我。我想我是回不去了。打掉，只有把熊嘎了才行。说的容易，那可是一只200-300斤的野兽，怎么杀啊？看到这些消息，三金有些紧张地捏紧了斧头，轻手轻脚拿到茅草屋旁，并没有发现黑熊。他又绕到另一边，顿时惊呆了，一只不到半米的萌物正拍打着墙壁。这特么的竟然是熊猫，还这么小，也太萌了吧！熊猫也抬头看向三金，突然站起身，抬着双手朝他跑去，跑到一半还啪叽摔了个狗屎巴，然后哭了起来。想了想，三金还是决定扶这个看起来聪明的家伙一把。看着毛茸茸的熊猫，他的手不由得抚摸上了对方的头顶。恭喜宿主收服宠物熊猫，未命名。宿主成为第一个收服宠物的玩家，第一个度过受袭的玩家，是否公布？突然的2个提示音把三金吓得手一抖，差点给熊猫薅成秃头。我做了什么？就收服了宠物了？这受袭会不会太儿戏了？还是说我是天选之子？不过公布这件事嘛，我都要考虑考虑。再次询问宿主是否公布，公布后可获得木屋建造材料。成交。全服公告后，系统承诺的奖励也发放了。恭喜玩家三金收集满木屋升级材料，木材100%，绳索50%，小木屋图纸1/1，是否立刻升级？升级为木屋可能触发升级为普通红木木屋、金丝楠木木屋、黄花梨木屋、沉香木屋、混合型木屋，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哟，这也能排除？那必然排除红木木屋啊！
其他的听起来就很结实。木屋建造中，需耗时10分钟，请玩家稍等。开奖还有10分钟，三金席地而坐。聊天页此时有不少人艾特自己，愿意用各种物品换取收服宠物的方法。其中石安发来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图纸，我用木质加工台的图纸来换收服方法，快，现在就要！这个男人是个老六，在求生世界中，别人用稀有的图纸只换了他一句话。石安一言难尽地看着对话框里的收服宠物方法，然后又抬头看了看几乎要破门而去的巨型黑熊，最终这老六我真的服了！混蛋，我跳起来也摸不到这东西的头顶啊！不行，我绝对不能出去，绝对是三金那家伙骗我的！石安破口大骂，但不影响三金又和其他几人达成了交易。又收获了5瓶矿泉水、2盒肉罐头以及一把木质钥匙级宝箱。混合型木屋，外部采用金丝楠木，保证了建筑的坚固；底部采用了黄花梨木板，内部采用的是沉香木点缀，保证了驱蚊防虫。这混合型木屋会不会太奢侈了？走，小白，跟我进去看看。三金抱起圆滚滚的熊猫，推开门走进了木屋，顿时一阵奇异的气息钻进鼻腔，他感觉浑身舒适不已。你受到沉香气息的影响，工作效率+1，理智+1，睡眠质量+1。这小小的木屋竟然还有这种增幅效果，那我得赶紧看看下一等级什么情况。他翻开古朴的笔记本的住宅页，点击了小木屋下方按钮，将小木屋升级为1室2厅的木质住宅。所需耗费材料：木材200份，绳索100份，铁钉50份，木质住宅图纸1张。所需工具：铁锯、木锤。所需技能：掌握榫卯结构。提示：木质住宅提供向前10米，左右外扩1米的探索距离，并且免疫 F 级受袭带来的伤害。看来未来的受袭等级会越来越高，那快去升级住所迫在眉睫。可现在我一穷二白一时半会根本凑不出升级材料啊！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拥有木屋的玩家，是否进行全服公告？对了，系统，这次公布的好处能不能是木质住宅升级材料？系统给出的奖励只能是宿主获得过的资源。三金思索了片刻，建造材料里他目前只获得过木材和绳索，但这2种不算稀有，完全可以在野外获得。而他急需的显然是铁。系统，铁箱可以转换为铁吧？正在熔炼中，消耗1个铁质宝箱，转换为10份铁块。宿主进行全服公告，可获得150份铁块，是否公告？是。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制造出小木屋的玩家。小木屋排行榜开启。三金翻到排行榜页面，目前有3个榜开启，分别为受袭排行榜、宠物排行榜、木屋排行榜。咦，宠物榜第1被人抢了，看名字好像是个女人啊，有点好奇对方收服的是什么宠物了。F 级受袭已结束，系统将根据受袭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受袭积分榜第1名将获得铜质宝箱1、铜钥匙1，前10名玩家将会获得铁质宝箱1、铁钥匙1，前100名玩家将会获得木质宝箱1、木钥匙1。系统公告结束，一个闪着古铜色光芒的宝箱落在了三金面前，铜宝箱上还放着一把钥匙。他抱起宝箱回了木屋，刚踏进屋，就眼睁睁地看着一堆硕大的不明物体从小白的屁股处掉了下来。不要啊！你怎么能再去我的沉香屋子里拉翔？我一定要揍你一顿！发现动物粪便，使用后有一定概率规避 F 级受袭，正在进行采集。系统的话让三金停住了罪恶的双手，他干咳2声，看着地上的翔缓缓消失，最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恭喜宿主获得动物粪便，熊猫10。小白，刚才吓到你了吧？以后你放心大胆的拉，就拉在屋子里。说完，他又打开笔记本，在聊天页面发出去一行字：10份有大概率规避掉 F 受袭的物品，换取铁锯制造图、榫卯结构技能书、10份铁宝箱加钥匙，3个中任意一个都可交易，有意者可联系。等着交易这段时间先开箱，希望能开出好东西吧。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适量物资、优秀级工具、优秀级建筑图纸、优秀级武器，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排除宝箱陷阱。三金扭动钥匙，一阵光芒过后，提示框的背包里多了许多物资。恭喜宿主获得建筑图纸、土造1、铁块50、木材100、黑土块50、矿泉水10、方便面5、火腿肠5。这些物资很难说不是想让我煮碗泡面吃啊。他取出土造的建造图纸，笔记本自动翻到了第1页。木屋周围亮了2格，正是土造的大小。亮格随着三金的眼神移动到了正门旁。开始建造灶台，将消耗黑土块30，水5升。建造完成，建筑评分+5。宿主成为第一个开启铜质宝箱的玩家，是否进行公布？公布后可获得19份肉罐头。面对每一次的奖励，三金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奖励到账后，他走到土灶边，认真打量起来。
光有灶台不行啊，还要有火种和一口大锅才行。对了，今天能探索的100米荒野还没结束，我再出去碰碰运气。他往背包里塞了最后2瓶矿泉水和1罐肉罐头，再拿上消防斧就出了门。小白见状连忙跟上，一人一熊越过了那棵大树，朝着剩余的20-30米的距离探索过去。可惜的是，一路上非常干净，什么都没。三金叹气准备收工时，一个抬头却看见3个宝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薄雾里。你已探索有100米，请及时返回。如强行探索，根据地将会被摧毁，你将成为荒野中的野人。这就到探索极限了吗？小白，你看到那3个箱子了吗？去，给我推回来。这个男人是个大聪明，竟然让一只熊猫去帮自己把拿不到的宝箱弄回来。小白，对，就是你面前的箱子，一个一个推过来。小白回头看了三金一眼，他缓缓站起身，双手搭住铜制宝箱，然后开始往更远处推。住手！你这个笨蛋，是往我这边推啊喂！跟着我学。三金没办法，只能转身伸直双手，示范了一次。小白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他，脑袋一歪，像是明白了什么。他围着箱子的走了半圈，然后重新往正确的方向推去。很快，铜制宝箱就被推到了三金脚下，接着又是铁制宝箱、木质宝箱，几个箱子都搞定后，小白邀功样的在三金腿上蹭了蹭。小白，你太棒了，等我开出好东西给你加餐。说完，他的眼神看向了3个宝箱，木质宝箱上赫然放着一把木质钥匙，但铁制宝箱和铜制宝箱的钥匙却不见踪影。他起身四处查看，最后不经意抬头间被一抹亮光刺花了眼。只见身旁树的枝桠悬挂着2把钥匙，距离地面有3-4米的样子。好家伙，真会找地方藏。他3下5除2的爬上树，伸手取下了钥匙，同时也隐约看见薄雾里的另一棵大树上悬挂着一铜一铁2把钥匙。咦，怎么还有2把？如果能拿到的话，留着以后开宝箱用也不错。可是，在探索区域之外，小白也不会爬树。什么？你竟然拿到宝箱了？徐云简直要气炸了！明明他先发现宝箱，只是够不着才去制作工具，没想到却被人先弄到手了。我附近居然有别的根据地吗？邻居你好啊！好个屁！这几个箱子本来是我先发现的。熊猫宠物，你难道就是那个三金？那就好说了，你应该也看不上木质宝箱吧？你看这样，你给我一个木质宝箱，我跳民族舞给你看。不准我不服？那我怎么知道你跳的是哪个民族的舞？算了吧，我没兴趣。不过我们倒可以做个交易，你把你头上的2把钥匙给我，我给你木质宝箱。哼，你太过分了！一个木宝箱就想换铁钥匙和铜钥匙，干脆我再倒贴你一点物资得了。也不是不可以。我不想跟你扯了，木宝箱我也不要了，甚至还可以给你我自己的木质钥匙，一共3把钥匙，换你在聊天频道上说的可以规避受袭的宝贝如何？另外，我背包里的东西你也可以随意选一样。徐云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背包，里边1包方便面、1瓶矿泉水和1个火柴。他突然的转变然让三金吃了一惊，这女人怎么这么怕受袭，宁愿做出这样的让步。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只好勉为其难的同意了。那就3把钥匙和那盒火柴，换一份规避受袭的道具，怎么样？可以说这个交易非常不公平，但徐云却一口应下，爽快的上树取下了2把钥匙，自己又搭上1把木质钥匙和1盒火柴，拿在手里看向三金。东西我准备好了，你现在至少让我看看那宝贝吧。你什么意思？年轻人别慌嘛，马上就给你看了。先吃点零食，你包里好像也有罐头，怎么不吃呢？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这可是求生啊，肉罐头是续命的，哪能当零食吃？徐云叹气，只能抱着手臂看着机敏开外的三金，直到他吃饱，然后从笔记本的储物空间里取出一坨翔，装进了空的罐子里。好了，我已经把道具装好了，你把东西送过来，这玩意就属于你了。你爽我？罐子里装的难道不是一坨屎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粑粑，而是我家宠物的粑粑，爱要不要吧？反正我也不是一定要你那点东西。别走，现在就交易。徐云咬咬牙，拿起棍子，用一根线把3把钥匙和火柴盒都绑好，穿过2人中间的雾层，递了过去。收到货后，三金也把罐头绑好，又递还回去。行了，交易完成了，那就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吧。等一下，徐云一嗓子叫住了他，又快速转身回了三金看不见的地方，拖出来一头体型不小的棕熊。刚才我遭遇了2只野兽，这一只是战败的一方，让我捡了个大便宜。现在我想和你赌一次。这一刻，三金明白了对方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规避受袭的道具了。这女人竟然遭遇了这么恐怖的受袭。他转头抱着手臂，想看看徐云要和自己赌什么。就赌开箱，这3个宝箱你拿回去也是要打开的，不如就在这里打开。如果你遭遇了宝箱陷阱，那大概率会嘎，到时候你的资源和宠物我会接手。相反，如果你开第1个没遭遇陷阱，我切1半熊肉给你；开2个，我1头熊都给你；开3个，我身上所有物资都给你。哈哈哈，这姑娘竟然和我赌开箱，这不纯纯送温暖来了吗？没问题，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三金爽快的态度让徐云心生疑惑，
但三金没有给他多想的时间，直接蹲下就把木钥匙插进木宝箱里。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建筑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三金在心中默默排除了宝箱陷阱后，打开了木质宝箱，一张木床的建筑图纸和3瓶矿泉水，一些木材绳索浮现，但他却故意大叫了一声。徐云伸直了脑袋，踮起脚往这边看，让我看看是不是遭遇陷阱了。三金忍着笑，拿起箱子里的物资，欠打的对着他展示，并指了指黑熊。徐云阴沉着脸，一边取出斧头切了一半熊肉，一边安慰自己：没事，还有2个宝箱，只要这家伙开到宝箱陷阱，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了。他又转身从看不见的距离外推出来一辆板车，面对三金意味深长的表情，徐云冷哼：怎么就允许你开出图纸，我就不能开出板车图纸了？我先把半只熊给你推过去，记得板车还给我。装着肉的板车在他的用力下轻松穿过了几米高路。三金取下熊肉后，又把板车退了回去。谢谢徐老板的馈赠，那我就继续打开第2个宝箱了哈。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基本物资、建筑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没有意外，一份铁锅图纸、3瓶水和肉罐头，巧克力缓缓出现，又是一声夸张的尖叫，让徐云精神一振。怎么了？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嘎了？这个男人有特殊技能，在求生世界中可以100%安全开宝箱，没想到竟然有人送上门要和他打开箱。哎呀，又让你失望了，还是被我避开了宝箱陷阱。看看这肉罐头和水，我都快吃腻了。现在你是不是也该把另外半只熊给我推过来了？在三金得瑟的语气下，徐云隐隐要控制不住气愤的表情了。他深呼吸了几口，把熊装上了板车，泄愤一样的用力推了过去。这木车我就先不还给你了吧，反正还剩最后一个铜宝箱，要是我开出宝箱陷阱死了，这木车也得由我的宠物给你推回去。要是我赢了，那你就把背包扔过来就行。少废话，你都赢了这么多了，还有最后一个宝箱，赶紧开！你不会怕死不敢开了吧？不用使用激将法，有什么不敢开的呢？你上赶着送给我的物资总不能不要吧？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武器，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还是怕了吧？我看你运气究竟有多好，能次次完美避开危险。这铜质宝箱居然只有2个选项，按照提示，每个宝箱都会随机开出2个选项的物品，也就是说，这个宝箱换作其他人开，那就是必出宝箱陷阱。还好我能排除宝箱陷阱。选择之后，他转动钥匙，宝箱里的东西浮现，他又是一声尖叫。听到动静的徐云翻了个白眼，又乱叫什么？只要你这家伙没有倒地，我都不会信你中了陷阱的。徐云说完，像是又想到了什么，这家伙运气太好了吧，连开3个宝箱都死不掉。不行，我的物资不能给他了，快跑！他一转身抓起来，迈开腿就跑。可才跑了几步，尖锐的破空声擦着他的脑袋掠过，一枚箭矢抓的一声插在树干上，尾部的白羽还在微微发颤。看来我运气不错，开出了远距离攻击武器。对了，刚刚你不会是想要逃跑吧？当然不是，我这就把背包给你，别冲动。徐云再也不敢犹豫，返回探索边缘，用力将背包扔到了三金脚下。那个，我可以走了吗？放心，我不会赶你，但是我现在又想看民族舞了。之前不是你说不想看的吗？混蛋！虽然内心抗拒，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跳了一曲。回到根据地后，三金先是消耗了一定资源，将铁锅和木床分别铸造完成，获得了10分的建筑评分。做完这一切，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作响。那就来做一份朴实无华的方便面吧。他先砍下一只熊掌，用木材烤至金黄，再丢入铁锅中煮出面汤，最后放进方便面，顿时飘香白。熊掌汤面精良级，饱腹度加 75%， 享受度加 35%， 首次食用体质永久加1。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烹饪出精良美食的玩家，公告全服可获得50瓶矿泉水，是否公告？误草，误打误撞，竟然整出来一个精良级的美食，不仅有永久增幅效果，还能带来整整50瓶矿泉水的额外收益，怎么能不公布呢？恭喜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烹饪出精良级美食的玩家，开启美食排行榜。用铁斧凿出一双简易的木筷子，三金直接就着大锅吃了起来。他一边吃着，再翻开了聊天页面。精良级美食，那是个什么东西？怕不是什么烤蟑螂鼠之类的黑暗料理吧？楼上是不是傻？这种料理会被系统判定为美食吗？我猜胡大佬应该是获得了什么珍贵的食材，所以才烹饪出了精良级美食吧。气死我了！凭什么啊？那明明该是我的东西。三金吃饱喝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黑之时屋外危险等级急速上升，所以他直接抱着小白爬上了空荡荡的木床，眼一闭睡了过去，直到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卧槽，小白，你这家伙舔我干什么？小白见他醒了，连忙用小短手指着门口，叽里咕噜像是在表达着什么。三金顿时起了床，走到门边，把手放了上去。推开门，可能遭遇一级受袭、野狼盛宴、梦魇入侵、神秘空投，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什么意思啊？我不开门，应该不会遭遇这些危险吧？
小白为什么要让我出去？算了，还是先看看其他人那里是什么情况吧。救命啊！我听见外面有狼嚎，该不是晚上还有受袭吧？应该不用管的吧？系统说了，只要我们晚上不出门，就不会有事的。不出门？怎么能不出门？这个世界饿得太快了，会饿死人的。我所有吃的喝的都用完了，再不出门，我可撑不到明天。楼上是牛比的表弟沙比吧？你白天不积累资源，现在到晚上了，居然还打算出门觅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兄弟，我支持你出去觅食，加油！石安这家伙明显就是想要别人先探路，看看门外会出现什么危险的吧。恭喜玩家沙子饼成为第一个死于夜袭的玩家。哦，看来确实很危险，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废话，用你说。马后炮，那个三金大佬在吗？请问你怎么看这件事？突然被艾特，三金思索了片刻，还是打下一行字：夜晚的荒野里除了危险，也是有资源的，概率问题罢了。经过之前的事，部分人都对三金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他的话让聊天页面安静了许多，不知道有没有人敢再次推开门。恭喜玩家徐云成为第一个夜行成功的玩家。这女人竟然成功了，不得不说她能力和运气都不错呀。那是什么？透过木屋的窗口，他明显看见天上缓缓降落下来一个十分明亮的物体，而且看这样子会掉在自己的探索范围内。这是空投，怎么朝我这里掉来了？那徐云得到的就不是空投了，难道还有其他奖励？看着不远的空投，三金内心很挣扎。空投里肯定是好东西，但推开门也不是100%安全。他又把手放到了门上，推开门可能遭遇宝箱重置、野狼盛宴、梦魇入侵、神秘空投，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赌一把，就算遇到野狼，我也有弓弩可以一战，那就排除梦魇入侵。吱呀一声，门开了，三金捏紧了手中的弓弩，飞快地朝着散发着强光的空投处跑去。但进了他却急刹住了脚步，一只2-3米长的狼也被亮光吸引了过来，一狼一人四目相对。他当机立断射出的这箭却没能一击毙命，受伤的狼突然抬头开始嚎叫起来。狼好，这东西在呼叫同伴，不能再待了，拿了东西赶紧溜。还好我跑得快，太他妈吓人了，对了我的空投。开启空投将会触发精良优秀级技能书、精良优秀级建筑图纸、精良优秀级工具图纸、精良优秀级武器图纸。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全是图纸，赚了。武器我已经有了，那就排除武器图纸。幸运女神给我一本技能书吧。这个男人竟然在满是野兽的荒野里抢回来一个空投，并且通过金手指，他提前知道了空投里的选项都是稀有的图纸。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获取空投的玩家，触发双倍奖励。我操！双倍奖励，那还等啥？开！发现精良级技能射击精通，正在学习。恭喜玩家已掌握精湛射击技能。就这，怎么感觉没什么变化？难道要实现一下？中了！这可是漆黑的夜晚啊！我特么还闭上了眼。这精通射击竟然有自动瞄准的功能吗？牛皮啊！发现精良级技能榫卯结构，正在学习。恭喜玩家已掌握东方魔法榫卯结构技能。宿主成为第一个开启空投和学习技能的玩家，是否公告全服？公告后可获得神秘礼包1份。赚了！2个技能都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公告吧。不知道这个神秘礼包会不会又是一份技能书？嘿嘿嘿！我操！这就是神秘礼包，我特么的谢谢你啊！知道我颈椎不好，还给个硬枕头，送的很好，下次别送啊。而另一边，聊天频道已经炸了，又是三金，这家伙到底是谁啊？空投，看来三金大佬没有骗我们，外面真的有资源。求一个3金的私聊方式，在线的，挺急的。组队夜行，有无胆子大的一起出去试试？别闹，我只想抱大佬的大腿，我会功夫瑜伽哦，身体超级柔软哦。3金大佬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看着眼花缭乱的消息，三金直接把笔记本往后翻了几页，夜行积分榜在倒数第2页，上面只有56个人的名字，前3个名字分别是三金、洛锦、织田中一。又是洛锦，这应该是个女人吧？竟然每次都紧跟在我后面，看来实力很强啊！夜行已结束，系统将根据此次夜行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既然还有奖励，还是留着天亮再开吧。折腾这么久，也该睡会儿了。系统将更新 1.1 版本，更新内容开放系统商城，具体信息如下，请各位玩家仔细阅读。还有奖励，目前的3个宝箱排行榜：建筑、全职、美食、宠物、空投排行榜，一共8个排行榜。除了宠物排行榜之外，剩下的榜首都是我。
也就是说，明天我就能获得75枚金币了。为了稳妥起见，三金又拿出笔记本，每个榜都查看了起来。宠物榜第一是落井，他一直都知道，但翻到木宝箱排行榜时，他气得瞪大了眼。第一赫然变成了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织田中一。卧槽，小日子搞偷袭是吧？对了，我好像还有一个木宝箱没有开啊，织田同学赌一把喽。打开宝箱可能触发技能书、基础物资、建筑图纸、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时聊天框抖动，有人艾特他呀，三金大佬怎么还不出来呀？是不是忙着去找木宝箱开奖去了？任你再牛逼，也还是有2个榜是老二，气不气呀？你一天是没事干嘛，净逮着我闻屎味儿？算了，睁大你的狗眼吧，今天大爷我就教教你什么叫实力拿捏。排除掉基础物资选项后，三金毫不犹豫拧开了宝箱，一个本子和建筑图纸浮现，木质宝箱排行榜第一又。我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性？说登榜就登榜了。发现垃圾技能砍柴。首先你需要一把斧子，其次需要一棵树，剩下的该怎么做？想必不用我教你吧。好家伙，果然不愧叫垃圾技能。希望另外的一份图纸不至于这么拉。我操！木质住宅图纸。建筑图纸，木质住宅相对于小木屋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根据地。三金小心地收起他心心念念的图纸，一天时间内，他已经收集了大半的建筑材料，看来很快就能拥有木质住宅了。这一次他总算安心地睡了过去，直到天大亮，脸上又传来黏腻的感觉。小白，别闹，我还想睡会。卧槽，你干了啥？这么多血姐！说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快速跑到门口打开门。熊此时只剩下了一堆骨头和很多坨小白排泄物。小白，你太过分了，过来挨揍！屋内的小白委屈巴巴地走了出来，蹭着三金的小腿。发现材料熊骨20份，精粮是否收集？发现熊猫粪便11份，是否收集？算了，小熊猫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便便也能换其他东西，说不定我还赚了，收集吧。排行榜名次奖励已发放，请各位玩家及时查收。听到系统的声音，三金拿出笔记本翻到新增的商城页面，个人余额显示为金币75，银币0，铜币0。一根木材才1铜币，挺便宜啊。那必须先把木质住宅和木质加工台的材料给买回来。经过一顿挑选后，他花了1金币，也就是1万铜币，购入2000根木材和1000米绳索，还有木锤等工具。但最后木具在商城中却查无此物，无奈木质住宅的工期只能往后推。8点到，请各位玩家做好探索准备。别催，早餐很重要。啊对，昨晚奖励的铜宝箱，美好的一天当然从开宝箱开始了。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工具、优秀级武器图纸、优秀级种子，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恭喜宿主获得神秘种子，优秀级10，铜锄头1。神秘种子，怎么看起来这么像西瓜子啊？这次的铜宝箱多少让我有点失望了，算了，先放一边吧，得出门了。推开门可能遭遇资源之地、荒芜之地，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推开门可能获得普通鱼竿、精良鱼竿、优秀鱼竿、神秘鱼竿，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鱼竿，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显然该排除普通鱼竿。门外赫然是一片蔚蓝无边际的大海，自己的根据地就在海边的悬崖边。检测到所有玩家已离开根据地，开启生存排行榜。恭喜玩家贝尔成为生存排行榜榜首。我去，贝爷竟然也来了！这个开了挂的男人在求生世界完美完成了任务，却被系统告知全球生存排行榜第一，另有其人。生存排行榜1，贝尔，资源评分129，预计可生存时间29天。2，三金，资源评分329，预计可生存时间13天。3，落锦，资源评分97，预计可生存时间11天。喂，我他妈资源分比贝爷多了1倍，凭什么我是第2名？就凭他吃的少。系统，我给你个机会，重新排榜。公告：因系统更新产生漏洞，生存排行榜将重新整理。区域管理员权限开启，恭喜宿主获得本区域的管理权限，每天可获得5金币的额外奖励。区域管理员还有工资，这是给我升职加薪了呀。所以管理员有什么权限呢？目前小区域评级：1，管理员3金，管理员权限 F， 人数99，可管理系统聊天界面。此时生存排行榜上三金和贝尔的调换了位置，
而远在一处荒漠中正在啃甲虫的贝尔愣了，手里的甲虫啪叽一声掉到了地上。fuck up！ 我操！世界生存榜第2和第3的大佬都在我们这个小区域啊，牛逼！楼上说话注意点，现在是第1和第3。严重怀疑某人和系统有奇怪的交易，否则怎么可能更改排行榜啊？那是必然的，否则329分的资源是怎么来的？我拼了命才25分啊！求大腿啊！三金大佬、落井大佬，咱们一起钓鱼呀！我不是大佬，只是运气好罢了。三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一直在排行榜上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女人在聊天频道发言。有了管理员权限后，他点击对方的发言就能查看了详细资料和坐标位置。这个世界上真有人能长成这个样子吗？怪我文化太低，只能夸一句真你们的漂亮啊！重要的是距离我只有200米，这不得偶遇一波？本次探索时间剩余11小时40分钟，探索距离100米。因该区域特殊，所以固定探索方向为西正前方。这老六我真的服了，过分了呀！只能探索正前方，我还怎么偶遇小仙女了？算了算了，女色误人，我抽到的鱼竿怎么还没到账？什么玩意这么亮？卧槽！到底那金光是什么？有没有大佬能看清楚的？不知道，我在海边看着好多鱼都围了过来。我也看见了，居然还有美人鱼，长得贼好看。靠！还有大白鲨！这东西好像要掉下来了，距离我不远。随着金光的越来越近，三金终于看得清楚一些了。那是一个长条形的物体，似乎还挂着一条银白色的线。他心中隐隐一跳，这尼玛难道是我的鱼竿？金光坠落，一声巨响从前方的悬崖边炸开，三金甚至还感觉到有一股扑面来的冲击感。玩家三金，你的鱼竿已到账，请及时到海岸边领取。破案了，真是我的鱼竿。话说一个鱼竿的出场这么酷炫，真的合适吗？小白，走，看看去。一人一熊穿过前方的丛林，来到距离悬崖海岸边不远的地方，几米开外，一只看起来就很牛逼的鱼竿插在悬崖边上，浑身泛着淡淡金光。我这里能隐约看见金光边上出现了个人影，从体型上看，应该是个男性。便宜这小子了，金光力肯定是好东西，得到宝物的人赶紧出来透露一下金光力是什么呗。看到石安的发言，三金歪嘴一笑，直接送上了24小时禁言套餐。发现自己被禁言了，石安狠狠踢了眼前的石头一惊。三金，我和你势不两立。宿主已探索荒野100米，无法继续探索，请及时返回。我的发，这算什么？最后1-2米的距离给我卡住了。眼见实在是拿不到，三金准备故技重施，他指了指近在眼前的鱼竿。小白，又到了需要你的时候了，帮我把这个闪着金光的东西拿过来。说完，他蹲下把小白往前面推了推，可小白刚接触到金光，嗷叫一声猛地跳到了三金怀里，瑟瑟发抖，无论如何也不肯下来。看来没办法指望这个家伙了。对了，还有一个办法，升级木屋可以增加10米探索范围。三金打开商城，依然没有铁具，但却多了一个铁具图纸，整整需要5块金币。昨天他购买所有材料才花了1个金币而已，但此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咬牙买下。恭喜宿主获得铁具图纸，打造铁具将会触发锻造失败，获得精良铁具、优秀铁具、变异铁具，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恭喜宿主获得变异铁具，崇拜电锯杀人魔的铁具，完美，切割时有几率获得双倍材料，品质附加技能，完美，切割血肉时可积累崇拜度，当崇拜度达到100%时，可进化为电锯。所以这玩意儿可以吃血肉，还能进化。没等他继续多想，系统已经弹出木质住宅的建造提示。木质住宅建造中，需耗时10分钟，建成后将继承混合型材料，开始建造。您的探索范围已扩大。这金光好像开始消散了，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应该可以直接用手拿吧。恭喜宿主获得鱼竿，海王的眷顾，史诗。海王的眷顾，时限型，剩余时间24小时，可100%调取等级不超过史诗级道具，对完美级以下鱼类有致命吸引力。品质附加技能，史诗级及以下鱼饵等级+1。史诗级，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可惜只有24小时使用时间，看样子我得抓紧使用。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获得史诗级道具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10只熊掌，是否公布？玩家三金成为第一个获得史诗级道具的玩家，开启史诗篇章。我靠，难道这个史诗道具就是刚刚的金光？又特么是三金，我都怀疑他是系统亲儿子了。我看清了，这史诗道具是鱼竿。鱼竿，从天而降逼格拉满的竟然只是一只鱼竿，那我们的手里这玩意算什么？三金没空看消息，因为他发现商城里根本没有能用的鱼饵。左右环顾后，目光最后停留在了系统发放的10个熊掌上。
就在他抛竿的瞬间，海面上所有的鱼类全都潜入了海底，甚至包括那几只美人鱼、金鱼和巨大的虎鲨。只几个呼吸，一阵猛烈的拉扯力从鱼竿的另一头传出，三金手腕用力转动着卷线轮，人都差点被拉下海去。小白，快过来帮我！几乎拉不住的三金爆发了所有的力量，然后吃力的后退一步，将鱼竿一把塞进了小白的手里。拿稳了，加油，小白！这个男人不干人事，钓鱼时稳不住竿。我操！他竟然让一只熊猫上场扯竿，不知道钓了个什么东西，真特么重，靠你了，小白！小白懵逼的看着手里的鱼竿，他单手举着摇了摇，似乎在问这有什么难度。我操！三金这才发现自己的宠物好像力气格外的大。钓取资源，你可能触发奖励：金币、1条精良级鱼类、1瓶精良级药剂、优秀级鱼饵、铁质宝箱及钥匙。啊，除了鱼，还能从海里钓上来其他？那必须排除鱼类。我倒要看看，难道真能够上来金币吗？随着三金疯狂转动卷轮线，水面开始震动。随着鱼线冲出水面，一只巴掌大小、通体彩色、浑身长满鳞甲的小鱼挂在钩上，被缓缓提到了一人一熊的面前。就这小东西，这么大的力气，不科学啊！恭喜宿主获得优秀级鱼饵彩鳞鱼1，成为第一个成功钓取资源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彩鳞鱼使用方法，是否公布？所以合着我使了半天劲钓上来一条鱼饵是吧？赶紧公布，给我它的使用方法。恭喜三金成为第一个钓取鱼类资源的玩家，海王排行榜开启。彩鳞鱼的使用方法：拍晕、挂钩、等鱼、上钩、起竿、结束。这方法用你说，居然浪费我一次交易，奸商奸商！吐槽完，三金还是把彩鳞鱼重新挂上了钩，第二次把竿抛了出去。这一次他学聪明了，直接让小白拿竿。问：鲨鱼的烹饪方式有哪些？看到这消息，他上前一步，站在悬崖边望向不远处的海岸。只见一头长度接近2米的鲨鱼在海面上扑腾，身子已经有2/3脱离了海面，显然马上就要被拖上岸。既然真是鲨鱼，我好歹有史诗级鱼竿和熊掌，才能钓上来优秀级的彩鳞鱼。落井这女人难道也有挂？钓起来了。不过这鲨鱼有些奇怪，它肚子鼓鼓的。你把鱼肚子破开看看，里面有惊喜也说不一定。不过开的时候或许可以小心一点。看了他的消息，落井看着躺在地上的鲨鱼，退后一步，从背包里取出一柄长匕首，绕到了鲨鱼的背后，然后干净利落的一刀划过。恭喜玩家落井获得治疗药水精良1。过分了啊！这么久了，我鱼尾巴都没见到，三金大佬和落井大佬就双双丰收了，周围的蚯蚓都被我挖光了。我已经在商城买到了落井自制的饵料，有点小贵，希望有用。我靠，我对面几百米刚才有个冒着彩光的东西掉进了海里，有没有人看到了？我看到了，而且很清楚，那是三金大佬抛竿下去的鱼饵。玩家获得过的物品在商城都有售，我刚才查过了，彩鳞鱼鱼饵品质是优秀。至于价格嘛，建议做好心理准备后自己查看。看到消息，三金这才想起来看看这玩意到底值不值钱。翻开鱼饵页面，蚯蚓、虾类等最多也就几个铜币，落井自制的精良级鱼饵1银币，而彩鳞鱼却要整整1个金币。疯了吧，简直是天价，憨憨才会买。一旁乖巧钓鱼的小白突然哼唧起来，鱼线紧绷，三金立刻看向海面，像是有什么要冲洗出来。就离谱，我真的钓到美人鱼了。小白，赶紧把它拉上来，我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钓取资源，你可能触发美人鱼的恩赐、美人鱼的祝福、美人鱼的回报、美人鱼的诅咒，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啊，嗨，你好，能听懂我说话吗？面对三金的问好，美人鱼眨了眨漂亮的眼睛，然后抬头望向天空，一滴泪从她眼中滑出，凝结成闪闪发光的泪珠，漂浮在空中。随后他又朝着三金微微一笑，转身跳回了海里。哎，这怎么就跑了？获得美人鱼的祝福，史诗级 buff， 可钓取资源等级+1，持续时间24小时。我的发，这就是美人鱼的祝福吗？这不就意味着我有机会钓起来传说级别的资源了？不行，我得多买点彩鳞鱼。他已经完全忘了刚才自己说谁买谁是憨憨的话了。大型真香现场，一次性花了10金币购入10条彩鳞鱼，再一次抛竿。刚才系统是不是说三金大佬钓了条美人鱼？废话，史诗篇章上都刷新了，你看不见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把美人鱼都钓起来了，干嘛还放回去了呢？楼上做一道选择题就明白了。A. 三金信佛 C. 美人鱼不够漂亮 D. 三金喜欢男人。你这也没必呀。我想你悟了。这群家伙的思想就不能纯洁一点吗？
果然不愧是带着美人鱼祝福的下竿，来的也太快了。小白，收竿。随着沉重的鱼线被提起，一个只有巴掌大的海螺挂在鱼钩上，彩鳞鱼已经不见了踪影。获得神奇的海螺史诗级道具，每天可询问一个问题，海螺会给予你相对准确的答案。品质附加技能史诗，询问100个问题后可升级为无所不知的海螺。海螺会吃鱼，不科学啊！不对，这不是重点。这个相对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意思？三金取下海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决定问一问试试。他像是擦神灯一样擦了擦海螺。海螺呀海螺，这个区域的下一次受袭会是什么时候？10，难道是10点钟？那我得做准备了。9，8，我操！这老爹我真的服了。小白，受袭要来了，赶紧收拾回屋子去。就在这时，海面远处突然翻起一阵浪花，周围的鱼群瞬间消散，一抹荧光便涌入战眼前，以极快的速度从海面上疾驰而来。以三金射击精通带来的视力，也只能粗略估算出那是一个正方形的物体。我靠，宝箱，看样子还是从没有遇到过的灵芝宝箱，可受袭马上就要来了，算了，还是命重要，回根据地。本区域 F 级受袭将在10分钟后开始，请各位玩家注意防护。这个在求生世界卖宠物拉的巴巴，却无数人争先恐后的想要买。这玩意太不靠谱了，明明还有10分钟时间，而且只是 F 级受袭，我的木质住宅应该能抵挡住吧？那还回去干什么？我这里一共20份规避受袭的道具，4份一组，可换5个名额，置换各种技能书、建筑图纸、工具图纸、武器图纸，价高者得。无数交易请求弹出，三金从中挑选了3份工具图纸以及1份建筑图纸进行交易，还有最后一组，他打开了落井的交易框，双眼微微一亮，竟然是本技能书交易。随着交易结束，看着交易过来的东西，落井都愣了。这竟然是那只胖熊猫的粑粑。小樱，你也是宠物，排名还比它高，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产出点这东西？而三金那边也好不到哪去，他翻了翻手中的技能书，满头黑线。这特么也是技能书？初级烹饪，普通级。当你分清楚什么是盐，什么是糖后，就可以把这本书丢掉了。我操，无情！算了，先把图纸给建造了再说。建筑图纸，木栅栏，栅栏内的所有土壤圈定为根据地，所有种植物、牲畜生长速度+1，是否进行？工具图纸，木躺椅，心情+1，体力每分钟少消耗1个点。建造木躺椅将消耗木材30，掌握榫卯结构，且拥有工具铁具，是否进行？剩下的2张图纸，一个是木桶，一个是澡盆，做好了放住宅里，偶尔泡泡脚、搓搓澡，养生了属于是。求购买到3金大佬道具的兄弟说说，这是什么样的道具？管它什么样的道具，总之肯定是好东西。你们难道没看商城吗？更新了，那是个有味道的道具。卧槽，竟然是熊猫的翔，还卖1金币，这万恶的系统！什么玩意？小白的巴巴能卖1金币？还真是。商城会把求生者获得过的物品更新上去，这钱还真让他挣了，黑心玩意儿。F 级受袭已开始，请注意保护你的屋子，受袭排行榜重置。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三金吓得坐了起来，又想到木质住宅能免疫 F 级受袭，他又准备躺回去，眼角的余光看到海面后却直接跳了起来。卧槽，那是什么东西？海面上一个庞然大物朝着他所在的悬崖边冲了过来，之前他远远看见的银白色宝箱正正的放在那东西的背上。这尼玛是一头巨型虎鲸。不对，哪有正常虎鲸是金色的？背上还有，那是银色宝箱。虎鲸在三金和洛景2人所在地的中间区域游荡，最终靠近了三金的方向。这时一声鸟类的鸣叫响起，三金抬头，只见一只雄鹰从远处洛景的位置处俯冲向虎鲸，他想先发制人抢夺宝箱。洛小姐，抢夺宝箱不先问我吗？洛景看着这一幕，咬了咬牙，为了不让白鹰受伤，他只好让白鹰回了岸边。三金大佬说笑了，你难道还怕小鹰干扰你钓鱼吗？再说了，这么大的东西你真能钓起来？他话音刚落，地上的切水声响起，只见一头10几米的淡金色虎鲸跃出海面，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越了海面、悬崖，来到半空后，又以完美的抛物线落入海面之中。这短短的几秒钟里，2人都看清了虎鲸嘴里喊着的那根微不足道的银线。银线，快！小白快跟我来，大货上钩了。由于刚才的大动静，周围几公里之内的求生者都注意到了这里。 Oh my god， 有没有人看到刚才的东西？看到了，那好像是一头虎鲸，淡金色的虎鲸，很神圣的感觉，有点想膜拜。路上是不是傻？怎么会有淡金色的虎鲸？对了，洛景和三金大佬离得最近，
肯定看清了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洛景没有回答，他远远地看着往回跑的三金，再联想到那根细线。不会吧？那家伙真的想钓虎鲸？小白，这次你要做好准备，对方不是普通的东西啊！落下水的虎鲸突然感觉到一股拉力，自己不断地被朝着岸边拉去。反应过来后，他用力挣扎起来，被鱼线缠绕的几棵大树颤抖不止，几乎要断裂。小白也终于用上了双手，一熊一鱼开始对抗起来。虎鲸嚎叫一声，这让三金清楚地看到了他嘴里的荧光。我去，不仅要从这东西背上取下宝箱，还要从他嘴里取出钥匙，这是人能完成的事吗？忽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拿出一卷几十米长的细绳，绑在了弩箭上，然后朝着虎鲸的嘴巴猛地射了出去。有了精通射击的加持，三金精准无误地勾住了钥匙。不行啊，这也没办法把这么大的虎鲸拉上悬崖来，看来只能合作了。洛小姐，我已经牵制住虎鲸了，让你的宠物去把银宝箱取下来，然后我们再联系。银钥匙已经在我手里了，你拿着银宝箱也没用。看到消息后，洛景思索了一会，最终以5升热水和5个肉罐头达成了交易。热水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看着这一幕，三金松了口气，他接过小白手里的鱼竿，准备放生虎鲸。金文虎鲸传说级以力劫，调取资源，可能触发奖励，大量金币，传说级宠物，墨玉宝箱及钥匙，传说级材料，宿主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我操！这个男人竟从虎鲸嘴里取出了一把宝箱钥匙。在他准备放生虎鲸时，系统提示框出现。传说级，这家伙是传说级的生物吗？那这大量金币和其他选项比起来太不值一提了。排除。调取金文虎鲸，传说力量判定中，力量不足，调取失败。这特么还用判定力量吗？要有些力量我早就拉起来了，好吧？难道就这么错失奖励了？好歹给我点金币也行啊。因调取失败，自动选择第二选项。第二选项是什么来着？正在缔结主从契约，请稍后。恭喜宿主收服宠物金文虎鲸，未命名。三金虎躯一震，不可思议地看向浮在海面上正看着自己的金文虎鲸，他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和对方之间有了某种奇怪的联系。卧槽，真的得到了传说级的受宠吗？哎，等等，这家伙只能生活在海里，我要怎么把它带走？三金大佬，我们的交易你忘了吗？看到落井的消息，他回过神，心中给虎鲸下达了离开海岸线的命令后，才带着小白回到已经建好的木质住宅根据地。眼前的住宅继承了混合材料，其中有沉香、黄花梨、金丝楠木，看起来格外高档。如果放在现代，价值绝对超过汤臣一品。小白，烧水，我们得赶紧把宝箱给换回来。水烧好后，又装回了矿泉水瓶里，再取出5个肉罐头，给洛景发去了交易请求。洛景看到请求，也毫不犹豫地把银宝箱上架。没有钥匙的宝箱对他来说，真没有热水的吸引力大。F 级受洗已结束，系统将根据受洗积分榜上的排名派发奖励。刚才的受洗我都没回根据地也能得第一，难道是木质住宅能免疫 F 级受洗的功劳？看着2个宝箱，三金还是选择先打开银宝箱。他取出那把从虎鲸嘴里取出来的银钥匙，放入钥匙孔，提示框果然出现。打开宝箱可能触发宝箱陷阱、优秀级物资、完美级建筑图纸、优秀级工具、完美级技能书、黄金钥匙，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这次选项有点多呀，就算排除了陷阱后，还有5个选项，随机获得2个选项，只希望别全是优秀级就行。恭喜宿主获得高级鉴定，完美技能书，是否学习？三金脸上激动瞬间平复，他叹了口气，按下学习。说实话，他有些失望。完美级的技能书按理说应该很容易才对，可偏偏只是个鉴定，听起来有些鸡肋。还好，第2个物品没让我失望，黄金钥匙啊。不过可惜的是，想得到黄金宝箱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白银宝箱都费了不小的力气。检测到黄金钥匙，是否对其使用高级鉴定？这鉴定啥？鉴定成分吗？算了，试试吧。高级鉴定，黄金钥匙，距离可开启宝箱 1.24 几米。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这也太你们的有用了呀。恭喜宿主成为第1个开启银宝箱的玩家，公布后可获得20金币，是否公布？公布后，他没去看聊天页面的消息，而是靠近了木质住宅，把手放了上去，然后启动高级鉴定。高级鉴定，精良级混合型木质住宅，可推算出其图纸，是否继续？看来真的万物都可鉴定，既然能推算出图纸，一张木质住宅的图纸至少价值几十金币，发达了呀。推算中，请稍后。
智力不足，无法推算，请提升智力。太过分了喂！伤害性不高，侮辱性却极强。但是这个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求生者还自带属性？想到这，三金试探性的把手按在了自己身上，启动高级鉴定。高级鉴定，三金，男，人类，体力101/74，智力12，力量7，敏捷6，掌握技能高级鉴定完美，精通射击、精良、榫卯结构、精良、劈砍、垃圾、初级烹饪、普通。果然如此，之前吃的熊掌泡面增加了一点体力值，那现在再加上彩鳞鱼又会怎么样呢？三金拿出3条彩鳞鱼，处理好后2条丢进了锅里，1条片成了生鱼片，再把熊掌也处理好扔进锅里，最后点火。恭喜玩家三金烹饪出熊掌彩鳞面，优秀！使用后智力增加 0.2。恭喜玩家三金烹饪出生片彩鳞，精良！使用后敏捷增加 0.1。加了但加的不多，敢不敢不要这么小气？好歹也凑个整吧。虽然不太满意，但他还是狼吞虎咽的把东西全部吃了。状态恢复后，带上小白回到了海岸边，还剩下5条彩鳞鱼，三金不想浪费，扇耳抛竿，一气呵成。大佬，是三金大佬回来了。楼上怎么知道的？莫非你和洛锦一样，也在三金旁边？傻你，那个采光你看见了吗？之前学三金大佬用彩鳞鱼钓鱼的人，不是丢失了鱼竿，就是人都被拉进了海里。现在除了三金大佬，还有谁敢再买彩鳞鱼？哼！劝你们一句，没有完美级以上的鱼竿，就别轻易尝试用彩鳞鱼，老老实实的，说不定能钓上来不少东西。钓取资源，你可能触发奖励，少量银币、完美级渔网、捕鱼陷阱、优秀级食人鱼，你可以排除其中一个选项。哎呦，来货了，小白干活！我操！高级鉴定，青苔满布的渔网，完美。不知在海底沉睡了多少年的渔网，经过潮汐和海浪的搓揉，最终包裹了一些神秘物品，等待有缘人来解开。哦，这个男人竟从海里钓起来一张长满青苔的渔网，他嫌弃的拿出一副橡胶手套，蹲下身开始清理起来。垂钓即将结束，1分钟后通报海王排行榜前10成绩。不是吧，这么快，我尼玛什么都还没钓起来。哎嘿，我就不一样了，钓起来了2个铁宝箱，你们就羡慕去吧。才2个铁宝箱，老子都有3个铜宝箱了。楼上的，劝你们别轻易开箱，以免像某人一样死于非命。某人？难道说的是三金大佬？对啊，三金大佬都好久没在聊天页面发言了，难道真的开箱洗了？某个被船已经洗了的人正